我最近做了一个实验，我把同一份电商需求分别丢给 Google Stitch、Figma 和 Cloud Design。10分钟之后，我的荧幕上出现了3个完整的设计稿，每一个看起来都很专业，每一个也都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既视感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打开一个新的产品网站，然后在心里想，这不是跟那个谁的网站长得一样吗？同一个时间 ，Figma 的股价从去年8月的高点已经跌去87%。市场给出的判断很直接 ，AI 能直接做设计了，设计师快要没有用了。但我今天不回答设计师还有没有未来这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个更切身的问题：我们有没有能力看出 AI 给的设计哪里有问题？先说 AI 设计工具的现况，3个工具各有优劣。Stitch 设计出来的样子最好看，因为它有很多图库可以使用，但改起来最麻烦，它不能个别编辑原件，必须重新画一张新的图。例如这个购物车页面的按钮有点跑版，它就必须重新生成一页新的购物车页面才能修正。Figma 输出的 Design System 很完整，贴近原本的工作流，有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手动修改，避免 token 的消耗。但它有每日呼叫 MCP 的上限，无法大量使用。Cloud Design 输出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程式码，也有一个很好沟通的界面，像是点击右上角 Draw 就可以在画面上绘制，然后请 Cloud Code 去调整。但微调同样麻烦，没办法像是 Figma 一样手动去调整原件位置。而我们进一步仔细看他们的产出，会发现他们全部都有小问题。跑版、对比不够、字级不一致、CTA 位置有点怪，没有一个是可以直接上线的版本。而这不是 AI 的问题，这可能是你我的问题。因为设计这件事在本质上没有标准答案，配色没有对错，间距没有对错，圆角还是直角也没有对错。你给10个设计师看同一份需求，会得到10个不同的版本，每个都说得出理由。这对 AI 来说反而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。AI 擅长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数学、翻译、程式逻辑，但在没有标准答案的领域 ，AI 只能做一件事情，从大量的训练资料里找出一个看起来最不会出错的版本。换句话说 ，AI 给的永远是平均的答案。然后问题来了，你看着这个平均答案，直觉告诉你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但你又说不出是为什么。能做的只有2件事：一，凭直觉乱改，通常会越改越糟；二，对 AI 说再做一次，弄好看一点。结果 AI 也在猜好看到底是什么。这时候陷入一个死局，因为没有语言，就没有能力修正它。那一定得是设计师才有办法打破这个死局吗？不用，但要换一个思路。先停下来想一件事情：设计这个领域已经被研究了整整70年，眼动追踪实验从1960年代就在跑。Flesch-Kincaid 可读性公式是1948年就有的 ，WCAG 无障碍标准累积了20几年的研究，颜色对比、字级比例、注意力热力图，全部都有学术研究撑腰。好设计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坏设计是有标准讯号的。过去70年，设计研究累积出了一堆避开这些你就至少不会太糟的法则。这些法则早就被写成工具了 ，AI 其实也知道这些规则，但生成的时候不稳定，有时遵守，有时漏掉，你不知道哪里出问题，跑个工具才知道答案。但这些工具能做的，也只是把设计推到及格线，让明显的坏偏离消失。而及格线之后的事，等一下再说。那这70年的研究，到底量化出哪几个可以衡量的维度呢？我们先把网页设计拆成2个面向来看：一、功能，这个设计会不会出问题；二、视觉，这个设计看起来清不清爽。这2个面向可以再拆成4个具体的问题：一、眼睛看不看得到重点；二、看了之后看不看得懂；三、看懂了会不会采取行动；四、整体的设计是不是一致。每个问题都已经有成熟的工具可以量化，不需要成为设计师，只要知道这些工具的存在，并且把它们串在一起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一、眼睛先看哪里？设计师最常问的问题之一，使用者打开网站 0.5 秒内，眼睛会先落在哪里？有没有注意过，我们在看网页的时候，眼睛不是从左上角开始一行一行往下扫，眼睛会跳，它会自动被某些东西吸引，大的字、高对比的颜色、人脸、动态，然后它会漏掉大片大片的内容，大脑甚至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存在。以前要回答眼睛先看哪里，要做眼动追踪实验，招募受试者，架设设备，分析数据，整套流程费时又费力。现在有一个叫 DeepGuess IIE 的眼动预测模型，丢一张截图进去，几秒钟它吐出一个热力图，亮的地方表示眼睛会停留，暗的地方表示会被漏掉。因此关键不是让整个画面越亮越好，而是重要的东西要亮，次要的东西要暗。例如，如果重要的按钮在暗区，代表大部分的使用者打开网页的第1秒根本看不到它。这种问题靠直觉几乎看不出来，但工具10秒就能够抓出来。二、看到了，看得懂吗？上一阶段我们知道使用者看了哪里，但是看到不等于看懂。例如，标题读完，使用者知道这个网站在做什么吗？而这里有2套成熟的工具，第一套是可读性公式，早在1948年，一个叫 Flesch-Kincaid 的指标就已经被发明出来，它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段文字相当于几年级的阅读程度。当文案写到14年级的时候，一般使用者看3秒就会关掉。中文则没有好用的对应公式，但现在可以用 LLM 做直化评估。例如，
他还具体指出这句话太抽象，使用者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第二套是无障碍标准 WCAG， 是一套累积了20年的网页设计规范。Sally 和 Xcode 这类工具把这套规范变成了自动化检查，一跑就能抓出文字对比不足、连结说明模糊、图片没有 alt 文字等。而这些不是有时间在处理的小事，他们是直接影响使用者能不能理解你的内容的硬门槛。3. 理解了会行动吗？以前是要做 task-based testing， 招募真人给他们任务，坐在单面镜后面观察他们的操作，时间、金钱、人力缺一不可。而现在 AI agent 可以直接模拟，你给他一句指令，找到这个网站的价格方案，告诉我 Pro 方案的月费是多少，他就会自己开浏览器、滚页面、点按钮，跑完告诉你成功还是失败，卡在哪一个步骤。它虽然不能代表真实的使用者，但它能抓出所有人都会卡住的结构性问题，例如按钮点不到，重要的资讯藏在第3层导览， CTA 被挡在弹窗后面等。而这些问题过去可能都要烧几10万做 user testing 才会浮现出来。4. 整体看起来一致吗？功能面看完来看视觉，很多人以为好不好看是最主观的问题，但好看的网站几乎都有个共同点，设计风格是一致的。例如主色就是那个绿，不会出现5个相似但不一样的绿；字集就那6种，不会出现14种；圆角就2种，不会出现7种。杂七杂八越多，大脑认知负担就越重，使用者说不出哪里不对，但就是觉得这个网站看起来有点乱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肉眼很难看出一致性的问题，10个相似的灰色混在一起，肉眼分不清哪个该砍。但 Playwright 读取每个元素实际的 CSS， 几秒钟就能够统计出来，像是这个网站用了47种灰色、13种字集、15种按钮样式等。跨页比对更有意思，有时候每页分开看都很一致，但放在一起才发现，首页用的是深灰色，定价页用的是浅灰色，差一点点肉眼看不出来，但大脑感觉得到，这是设计系统没有落地最强的讯号。接下来把以上4个工具串在一起，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，直接针对刚设计完的网站拿去做分析，得到一份结构化的报告，就可以知道哪些元素有问题、问题的类别、严重的程度等，然后再把这份报告丢给 Cloud Code， 说一句根据这份报告给我你的修正计划，它就会告诉你这颗按钮的颜色对比不够，不符合无障碍标准，建议换深一点的颜色，或者它发现注册按钮落在了视线的死角，建议往上移动。针对这些建议改完后，再跑一次报告，分数就会往上走。这个循环跑个3到5次，一个完全不懂设计的人也不再只是照单全收 AI 给的结果。做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有工具、有流程、有闭环，问题都解决了。先停一下，你有没有听过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？他们把几10张不同人的脸数位叠加在一起，取一个像素平均值，得到一个平均脸。这张脸在客观指标上非常好看，对称、比例标准、轮廓完整，没有任何明显的瑕疵。受试者给他的吸引力评分甚至高过大多数个别的原始脸，但绝对不会记得他，因为他不是任何一个真实的脸，没有那颗痣，没有那个不对称的笑容，没有任何想让你再看一眼的理由。后来研究者又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实验，他们发现评分最高的脸不是最平均的那一张，而是朝某个方向有选择的偏离了平均的那张，像是一个有点棱角的下巴，一双比例上稍微大一点的眼睛，正是那个偏离让这张脸变得难忘。再回头看刚刚这些工具做了什么，他们的本质是把设计推向平均，对比不够就拉高，字集太多就收敛，按钮看不到就移到视线热区，这些都对，但工具给的是一份清单，不是答案。哪些要修，哪些是故意要留的偏离，那个判断叫品味，品味是工具教不了的。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我们有没有能力看出 AI 给的设计哪里有问题呢？有，刚才看到的工具就是答案，但这只回答了一半。更值得想的问题是 ，AI 能做设计之后，人的价值在哪里？把设计工作拆成3层，最底层是执行，画出来写 CSS 做 Mockup， 这一层 AI 完胜，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。中间层是评估，判断好坏，给方向，决定取舍。工具可以过滤坏的偏离，但哪个偏离值得保留，人需要自己决定。最上层是定义，决定要做什么，为谁做，解决什么问题。这一层只有人能做，需要的不是设计知识，而是对人的理解。过去学设计是从下往上，现在可以直接从中间开始，执行层交给 AI， 你的时间则全部投资在评估和定义。这不是变轻松了，而是变难了。因为画图有一堆课程可以上，但是品味却没有。而且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，越多人把设计完全外包给 AI， 有品味的人就越稀缺，越值钱。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：5年后，设计师这个职称还存在吗？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